著名制片人点评肖战《沧海船》，盛赞肖战古装过于惊艳，魅力巨大。最近，一位制片人在网上对热播剧《沧海船》进行了点评，主演肖战和张婧仪的表现令人称道。制片人对肖战的古装造型更是赞不绝口，认为其魅力无穷。这部剧作为强强联手的优质作品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与喜爱，果然名副其实。据悉，正当观众们热烈支持肖战在《沧海船》中的表现时，许多娱乐圈人士也在密切关注这部剧。一位制片人特别提到，肖战在古装中的惊艳表现，称其个体表演简直无可挑剔。肖战这一表现的认可，让人感受到他的实力与口碑似乎毋庸置疑。从粉丝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看到制片人的赞赏后，纷纷表示期待和支持。这部剧播出已有一段时间，无论是收视、热度还是口碑，都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，堪称经典佳作。此外，《沧海船》的创作团队也不断接受各大媒体的专访，包括人民日报、新华社和央妈新闻等。期间不断有新消息揭晓，作为肖战的粉丝和剧迷的我们，开心感满满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为肖战送上最好的祝福，也感谢大家对《沧海船》带来的期待与支持。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等待，观众们已经得到了演员的精彩表现和剧情的出色发展。希望肖战能够继续保持初心，砥砺前行，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主演的第一部谍战剧《谍报上不封顶》也已开机，预祝一切顺利，我们不害见不散。肖战的魅力无限，再次祈愿一切顺利。看《藏海传》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藏海的小名为啥叫智奴？第30集，东夏女王知道蒯夺的2个孩子，一个叫智奴，一个叫月奴时，就吐槽过：什么奴不奴的？你们大庸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？东夏女王是外族人，自然不了解，在中国古代，大人给孩子起名时用奴这个字其实是有传统的。大约在汉末三国之后，奴字就常常被用作乳名，就比如说美男子潘安，小名叫谭奴；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，小名叫关奴；唐朝奸相李林甫，小名叫歌奴。其实还有2个我们特别熟悉的人，小名里也有奴字。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御书后庭花的作者南朝陈后主陈叔宝，小名叫黄奴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妓奴曾住。这里说的妓奴就是指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。藏海的小名智奴应该是来自于武则天的老公唐高宗李治，他的小名就是智奴。而月奴的名字大概率来自于李白的大儿子李伯禽，他的名字叫明月奴。可是奴不是指奴隶奴才吗？不是贬义词吗？那为啥父母会把这样的字眼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呢？有人说这是因为贱名好养活，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在《藏海传》里，藏海的父亲给自己的孩子起这样的名字，其实是寄托了另外一种愿望，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。那为啥奴会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慢点长大的意思呢？奴的本意肯定就是指奴隶，奴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听话顺从，听话和顺从自然就能讨得统治阶层的喜欢，于是引申开来，奴这个字也有了讨人喜欢的含义。所以唐代以后，奴就被大量用作女性的自称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里面，金翠莲就自称奴家是东京人士，还有唐朝就有歌姬自称念奴，名声震动整个长安。宋代还有个词牌就叫做念奴娇。回到人名上，名字里的奴字放到现在，大概就类似于真乖、真懂事、乖宝宝的意思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奴还有另外一层贬义包用的意思，就像父母有时候会叫自己的小孩子小调皮、小坏蛋，当然不是真的在骂，而是在表达一种爱意。可以看出来，蒯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智奴和月奴，确实是很爱他们。可惜月奴死于平定侯的刀下，智奴也死在了那个全家被灭门的晚上，他们2个都没能长大。总之，《藏海传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
不仅仅体现在明面上，就比如说曹公公的昆曲，其实也体现在这种不起眼的名字上。有人说《藏海传》超越了《琅琊榜》，咱们今天就用3分钟时间分析一下超越的地方在哪里，没超越的地方又在哪里。首先，在思想深度和深刻性上，同样是复仇题材，但我觉得《藏海传》在思想深度、现实批判力度还有人性刻画上都超越了《琅琊榜》。先说《琅琊榜》，梅长苏的复仇主要是沉冤昭雪、匡扶明君，通过儒家理想主义式的自我牺牲来完成士人精神的升华。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明君缺位以致朝廷腐败，最终通过辅佐晋王上位实现拨乱反正。也就是说，《琅琊榜》讲的是精英阶层的自我反省，整个故事都在讲正义的精英如何打倒邪恶的精英，认为天下太平和风清气正主要依靠的是明君贤臣的自我觉醒。这种批判本质上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内部反省，压根儿没有揭露出封建社会吃人的真相，少了一些现实意义。而《藏海传》就不一样了，它不是《琅琊榜》那种宏大的英雄主义叙事，而是小人物的底层叙事，通过肖战扮演的藏海这个小人物的复仇线，去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残酷，批判上层对于底层的压榨。比如那些被陪葬的工匠，揭露的是封建贵族将人命物化为建筑耗材；比如那些被权贵卖掉配冥婚的底层女性，揭开的是权贵通过草菅人命、物化女性、谋取暴利的残酷现实。比如中州百姓的命运不过是权贵们权力的游戏的牺牲品。还有对官场腐败现象、职场压榨现象、权势勾结、攀龙附凤现象的揭露和抨击等等。相比《琅琊榜》以批判奸臣作恶的策略来说，更加具有批判深度。在传统的权谋剧中，故事主线永远是权贵阶层的勾心斗角，平民和百姓只是背景板而已。而《藏海传》中，底层工匠、底层官员、底层老百姓不再是主角们权力与游戏的工具人。藏海的复仇一直在喊出一句话：老百姓的命也是命。对于权谋剧来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。此外，在人性刻画上，《藏海传》相比《琅琊榜》来说更加深刻。我不否认《琅琊榜》的人物塑造也很好，也很经典，地位难以撼动。但梅长苏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，他的复仇因为赤子之心被赋予了天然正义。虽然隐忍了灵苏的身份，但在全局中几乎都挑明了我就是你的敌人，我就是要搞垮你。塑造出的是胡歌扮演灵苏，灵苏扮演梅长苏，而梅长苏直接和反派挑明了我就是要干掉你，就看谁的智商更在线。而《藏海传》的人物充满了复杂性，肖战饰演的藏海既要隐藏智奴的身份，又不能挑明说我要搞谁，要搞垮谁谁谁，仇恨不能写在脸上，权谋也不能放在明处。塑造出的是肖战扮演智奴，智奴扮演藏海，藏海扮演职场小萌，小萌明面上是想升官发财求生存，暗地里却是复仇，因为复仇才去选择权谋。从这个角度上，我认为藏海相比梅长苏来说更加具有复杂性。你或者会问，是不是主播你喜欢肖战不喜欢胡歌呀？并没有，我当年喜欢胡歌的时候，肖战甚至还在上大学。现在看来，胡歌我喜欢，肖战我也喜欢，他们俩都演得很好。我知道演了20年的胡歌当然比演了不到10年的肖战在演技上更成熟，但并不意味着肖战演得不好。对于反派的刻画上，我个人觉得《藏海传》比《琅琊榜》更加贴近现实。《琅琊榜》反派几乎是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的恶，没有提及他们的恶从何处而来，也就是对人性的挖掘不够深。而《藏海传》的反派没有绝对的非黑即白，他们的恶和悲剧都具备有缘可述的宿命。比如精通风水学的杨真却死于风水殉葬局，庄如影当年是温良恭俭的好丈夫和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却为了权势背叛青梅竹马，最终死于谋反叛变。还有想要整顿朝纲实现天下大统的赵秉文，用的却是争权夺利和杀戮的手段。自卑多疑的皇帝为了鬼洗，最终又死于鬼洗。这些反派并非天生的恶魔，而是被封建权力异化的产物，他们既是施暴者，也是封建制度的祭品。总结来看，如果说《琅琊榜》将希望寄托于明君贤臣，寄托于精英阶层的内部进化，那么《藏海传》则是在底层呐喊中寻找救赎。因为改变世界的从来都不是天降伟人，而是无数蝼蚁用血肉之躯趟开的血路。那是不是《藏海传》全面超越了《琅琊榜》呢？不是的，我认为在权谋设计的精巧程度、逻辑的严谨程度、故事线的复杂程度和合理性上，《琅琊榜》表现更加优秀。在剧情节奏把控、戏剧冲突的营造、最终结局给人的情感上的宣泄上来说，《琅琊榜》更胜一筹。但在主题思想的深刻性、对现实的批判性、对人性挖掘的复杂性上来说，《藏海传》则完成了超越。但我敢肯定啊，《琅琊榜》的评分一定会比《藏海传》更高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评分环境更纯粹，人们能够客观的打出公平公正的分数。而现在的评分环境有粉丝滤镜的高分，有黑水恶意的低分，评分只能做参考值，而不是绝对的衡量标准。另外再说一句，中国的权谋电视剧不能缺少《琅琊榜》，也不能缺少《藏海传》。